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人专题读书会。今天要读的书名叫做《在黑暗中相遇》。那在今晚好像是要放年假，应该是开心的日子，但是我们在今天要一起来凝视生命中的黑暗。那当然有人会认为黑暗都是糟糕的，但我们今天要透过谢哲青老师的作品，带大家凝视黑暗的美好、黑暗的价值以及黑暗的影响力。我们生命都必然曾经经历过黑暗，而也是这个黑暗使我们能够在这个黑暗过程去勇敢的面对自己，也同时在黑暗过程跟自己独处的过程去迈向一个最新的生命历程，走向正确光明。也因为只有我们经历黑暗，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光明的美好，才会知道我们要如何追寻那美好的光亮所在。好，所以透过今晚主题跟大家一起来进入这个美好的世界。那当然也在这个主题当中一起跟谢哲青老师的作品一起相遇。好，欢迎为今天主题按赞，跟我们一起共读，让好书能够陪伴大家。好，那么紧接着就带大家进入今晚的内容。黑暗是一个温柔倒影，照见曾经挣扎充满渴望的自己。那当然在今天我会用老师作品里面的故事一字一句的跟你一起交流，跟你一起分享，愿我们的心能够彼此更加靠近。那也在这内容就来到故事的起始还有终点吧，就同着创世纪的手，两者必要相遇，而我们此刻也在线上一起相遇、相知、相惜。那么在今天要分享的是谢哲青老师的作品，那他的作品呢，就是在冷静和热情之间不断探寻自己的生命故事。那在探寻历程，大家可以看到老师这次作品有2个不一样的封面哦。那当然，如果你喜欢哪一种封面，都欢迎可以在网络上透过书店去把它好好的一一收集下来。那在今天这课题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黑暗是什么。谢哲青老师说，黑暗是一面温柔倒影，照见曾经挣扎渴望的自己。那你又如何看待黑暗这2个字，或黑暗这个情境，或黑暗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摸不着的东西？你会如何看待？你对它是充满恐惧呢，还是你对它是充满觉得它好像有一种威严呢？还是你对它是觉得，我能够在里面好好的休息？每个人对黑暗会有不同的定义或不同的看见。那我在小时候呢，对黑暗是充满恐惧的，因为我觉得黑暗感觉就是看不见光，然后感觉有一种空虚，然后感觉好像一种很跟人有距离感的感觉。我觉得小时候人都渴望安全，所以在孩童时期，所以家里总会开一盏灯，那就开一个小黄的灯光，就让人会感觉到安心，感觉完全黑暗是一个会让人不安心的感觉。可后来慢慢长大，开始有了一些医学的科普知识，才知道褪黑激素是要在完全黑的环境才能够自然而然产生，反而必须要在全黑下面，人的身体会比较健康。如果你还留一盏灯，你的身体的褪黑激素或让你的身体反而没办法进入到更好的深层休息。所以我觉得每个时代对于光这件事会有不一样的思考，还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你会如何看待黑暗呢？好，真真分享，不是表现黑暗本身，而是黑暗中思想的深层节奏。那学生分享，晚上睡觉才需要黑暗，平常不需要嘛？甚至有人觉得，黑暗感觉就是可能有充满恐惧的感觉。那有那个Sonia 分享，曾经也听过谢哲青老师的作品。对，那我们今天是直接导读谢哲青老师他的最新大作《在黑暗中相遇》。那但我相信在后面应该也会有老师哲青哥的一个分享会或见面会，在实体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因为哲青哥更喜欢能够跟大家在现场以互动形式交流他的文字之美。那当然在这一本书里面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从书的前言开始谈起，黑暗是温柔倒影。那因此哲青哥他去攀登最高的山，去溯游最长的河，去横渡最宽的海，去抵达最远的地方。他从一个人的角色开始谈起，他说，你从不向外人倾吐最私密的梦想，成为我的远方。而半尺见方的书棚上，搁着是爱情的踌躇、流浪的渴望、
生活的想象、逐梦的遗绪以及命运的抉择。我拂去架上的灰尘，翻着泛黄的书页，不自觉地流下泪来。原来你在书架上早已遇见了我，半生的漂泊。在你离开以后，我才深切的意识到，有你才有我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你离开世界，世界在我眼前凋萎零落，所以从此呢，只剩下我，没有我们。不知不觉过了许久，才猛然惊觉到自己已被全然的黑暗重重包围。所以听到这里，你会想，哎，这个他是谁呀？这个你是谁呀？这个是一个看似是一个女性角色，她是暗指她的前女友吗？还是暗指某一个恋人呢？还是暗指某一个特定对象呢？还是书里面某一个很特别的符号呢？那这个你到底是谁？我们待会会用我们的故事让大家一起去探索哲青老师他里面他那个你到底是哪一个人，哪一个角色？我在阅读的过程，在前言你完全扑朔迷离，不能够直接穿透了解到底哲青老师所谈到这个你这个女性对象到底是何人物。可是当你在阅读一篇又一篇的故事时，里面所谈到这个你似乎又一个又一个浮现，而里面有好多的你。那这个你到底是谁呢？这里我们继续透过书中文字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所以哲青老师说，所谓黑暗，与其说是没有光的所在，更像是被遗忘的失落以及无奈。所谓黑暗，与其说是没有光的所在，更像是被遗忘的失落以及无奈。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呢？就有很多人认为，没有光的地方就黑暗，没有，其实生命中最深层的黑暗是被遗弃的，是被冷落的，是被忘记的，是你很努力做了很多事却不被肯定的。你内心的黑暗面，你内心的渴望，你内心所有一切对事情的一种探寻，可是却无法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我觉得那个最深的失落是一种最深的黑暗，比物理性的黑暗还要更深刻。那有人认为，这个你的角色是妈妈，有人是母亲，妈妈是孩子的灯，这个你到底是谁呢？我们待会会用文字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那也因此呢，我们来了解继续书中所提到内容。所以他说，又不知道过了多久，似乎又适应了黑暗一些些，勉强可以辨识出事物的轮廓，但还是没有任何动力或动机驱使我去移动。所以一开始呢，我们人进入到黑暗的场景，一开始会恐惧，可久而久之，你会开始适应整个黑暗的环境，你的瞳孔会开始放大，你会开始接受微亮的光源。在这微亮光源当中，你会试着探寻，有哪些是我能够紧紧认出来的轮廓，紧紧抓住它。而也因为你紧紧抓住它，你会更有安全感。可尽管只是有一点辨识了，哲青哥说他还没有马上想要开始移动，在没有挣扎、没有惶恐，而只是静静的、静静的等待在黑暗当中。那又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是时候站起来，慢慢的向前走下去，站立身来，往前探寻，去寻找一个机会，寻找一个出口，寻找一个动力，寻找一个答案。于是呢，从终点出发，前往原点，而我也只能选择与黑暗同行，然后亦步亦趋的跟随着他。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我们过去总会提到，我们要从现在走向未来，我们要开始去探寻。可是老师的这本书呢，从终点出发，紧接前往原点。所以这本书直接给大家表明，他不是讲现在的事，他讲的是过去的事，过去他自己生命的故事，过去人们的故事，也透过过去里面所提到，无论有没有这些英雄啊、政治家、艺术家或者作家等等不同的角色，回到原点。他们是如何度过生命的黑暗？他们是如何迎向生命的光明？他们又是如何在黑暗当中去奋斗，也甚至在黑暗当中得见力量？所以与黑暗同行，开始逐步向前。所以黑暗不只是光的缺席，也包括它不单纯只是物理性的描述，更多的时候是无言
无语、无音、无声的心理无重力状态，这是一种更深层的黑暗。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本书是谢哲青老师的最新作品，在黑暗中相遇。邀请你为今天主题按个赞，转分享，跟着我们一起在黑暗里面得到力量，在黑暗里面学会跟自己一个人好好的自处，好好的独处。好，那也因此在这样的黑暗历程当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哲青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厢情愿偏执以为黑暗是扭曲，黑暗是危险，黑暗是邪恶存在，以至于黑暗会带来什么呢？带来极大的惊恐、恐慌、恐惧，放大到无以复加的阶段。所以，我们小时候都会提到，父母亲都会说：“那个不要去黑的地方，会被抓走啊，被坏人抓走啊。”甚至连柯南里面那个坏人角色都是一个黑衣人的角色，也包括我们称那些比较坏的分子会说他们是黑道，所以黑过去都是一个负面的词，甚至呢连恶魔也被贴上黑恶魔，天使也有黑天使，似乎只要贴上黑就是一个糟糕的角色形象。但哲青老师说，黑暗不是空洞虚无，它也不是盲目无明，它穿透已知、未知还有无知，带我们能够潜行到灵魂最深邃幽微的角落，揭露最隐晦、最暧昧的心事。所以这时候，请问大家，在黑暗当中，我们能够做什么？如果黑暗不是单纯空洞，不是单纯虚无，那么一个人在黑暗当中能够做什么呢？请在下面留言写下你的观点，也分享你自己在黑暗里面你会如何度过那一个阶段的黑暗。透过你的分享，或许也能够支持到我们线上有位朋友，他此刻可能正在黑暗里面，他在生命的低潮，也可能他此刻正挖着泥土，哇，问自己问得灰头土脸。不过他迈出他超人这个产值超人这样的一个勇敢的一个事迹。那当然也有人可能经历了生命中很大的一个伤痛里面，这也是一种黑暗里面。所以你现阶段是在哪一种黑暗呢？当然有人可能是正在烤肉吧，进入到中秋节烤肉阶段，把木炭玩得黑黑的，然后紧接着让自己身上乌漆抹黑。那你认为黑暗中可以做些什么呢？欢迎可以跟我们一起交流。好，琼瑶分享黑暗中可以等待，Eunice 分享可以听音乐。好，心中有光就会好。黑暗是一种单纯，黑暗能够祈祷。那黑暗呢，能负面，但也能够衬托光明面。黑暗丽丽分享能够放空打坐，也能够冥想。所以黑暗能够静心，黑暗没有光害。对，然后我提到那个柯南的小黑人叫范泽先生，黑暗中也有光明存在，在黑暗中赏月，月亮才足够的圆，足够的亮。然后我们在中秋节，明天还有专访哦，所以明天没有停播。不过礼拜天晚上，会有讲重点，但也有可能会停播，看我的时间安排。但我们希望能够持续陪伴大家，在中秋的假期连假期间，依旧有阅读的陪伴。所以，尽管你深刻此刻黑暗生命低潮，愿我们都能够在阅读里与你相遇。所以，双山分享能够祈祷，能够沉思，能够静心，能够冥想，在黑暗中速如分享，在黑暗中能够思考，能够发泄。奇迹分享在深黑夜晚能够最接近自己的时候。好，那黑暗能够代表什么呢？玉纯是黑暗能够直视阴影所在。所以，当我们凝视黑暗、凝视阴影，我们能够使跟自己的力量在一起。那我们来看一下哲青老师说，黑暗代表的正面意义有哪些？他说，在当代的遗忘古老过去当中，人们会在黑暗里面学习、静思、冥想、内省、祷告、联想，甚至创造。那当然，我们知道以前农家社会创造什么？创造生命的时刻。然后当然也包括早日休息，能够让自己身体得到修复的时刻。然后也包括在夜晚当中看着星空，联想天空的故事。所以以前会有星座故事，能够跟孩子分享。我们会一起联想自己的连续剧。那时候没有那个电视台，也没有网络，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面，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的连续剧播放。我们会听着老人，会听着父母，会听着那些会说故事的人
听他们为我们分享天马行空的内容。所以在黑暗当中，其实有好多事可以做，只是我们早已忘记了黑暗的价值，离黑暗好远好远好远。好，那也因此我们要进入这本书里面的课题：凝视黑暗，倾听沉默。在黑暗的探索当中，与自己相遇，重修旧好。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在今晚重新在黑暗里面重修旧好，为自己按个赞，肯定一下。在这中秋连假的这个小周末的夜晚，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拜读哲青老师的大作最新作品《在黑暗中相遇》。哇，我们是多么的美好，能够在阅读里面一起迎接那个美好的历程。好，那欢迎跟着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主题。对，黑暗也是哭泣的好时机，能够好好发泄自己。对，Star 分享，黑暗中怎么爬也爬不起来，但依然是我。持续做该做的，日子久了会变迁，总能够等到白日的来临。所以总有一天能够拨云见月，能够看见光明啊。所以黑暗总是痛哭，在黑暗中能够阅读自己。所以哭泣在夜晚的星光，我们能够好好的跟自己独处。首先进入书中的第一个故事，哲青老师来聊圣经。在书中的前面蛮多篇章都在提圣经里面的故事，因为在西方的无论是文化、历史或者是宗教的影响，圣经对于整个西方的无论是科技或各种历程的寻索，都具有极大的意义性。所以如果你要对西方史有了解、有理想、有认识、有更深的认识，我鼓励，尽管你可能不是基督徒，你也不是天主教徒，你都应该把这样的一个大作经典好好翻过一次，了解里面有哪些故事，了解里面的情境跟你有哪些在生命历程是相吻合。我自己在阅读圣经当中被打动，里面有好多文字跟我生命好多历程彼此相合，彼此相契，甚至我还曾经被圣经骂过一次，就翻到其中一页，他跳出一段文字给我提醒，要不要荒废人生，要我好好定睛在该做的事情。所以人生啊，总会有人生低潮时刻，翻开圣经，总会有一句话，一个故事告诉你。好，那这时候要问大家了，哲青老师对于圣经中创世纪里面最情有独钟的角色是哪一位呢？ A. 雅各， B. 亚伯拉罕， C. 以扫， D. 所罗门。好，欢迎可以在下面分享，你觉得答案会是哪一位？好，那学生说是亚伯拉罕。好，慧明说是雅各。好，那是雅各。对，今天很可惜，对，哲青老师他的工作非常的繁忙，他在晚上时间总会希望把这时间留给自己还有家人，所以我们今天由我亲自来代替哲青老师来为大家深度导读一下。好，大家觉得是雅各，然后也有人是谈到所罗门王。好，那我们要来公布答案了。好，有人提到以扫。如果你能够知道以扫是谁，那表示你对圣经是算蛮熟悉的哦。因为雅各啊、亚伯拉罕啊、跟所罗门都是在很多有些品牌啊或者人名上会听到，或者有些故事常听的。可是如果你知道以扫呢，那表示你对大卫这样的人物非常熟。那大卫是谁呢？大卫就是所罗门的爸爸。对，所以也因此这彼此间都有一代又一代的关联性。好，那我们紧接要跟大家分享，到底哲青老师情有独钟的角色，他情有独钟的角色叫做雅各。这个雅各呢，他是与神较力的使徒，他是一个极尽试炼的幸存者，是一个爱做梦、多愁善感的诗人。哲青老师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看到自己的投射，看到自己曾经年轻时的茫然，看到自己在年轻时对自己人生未来的探索，然后当然也曾经迷茫过，曾经走歪路，曾经走错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却在人生的路程探寻当中，终究走到了自己成熟的历程，成熟的模样。好，所以雅各的人生际遇最让大家觉得最不可思议，而也因此谢哲青老师他说雅各的生命种种也纠结了他不清楚为什么，可是却对他这个生命历程有很深刻记忆。在圣经经文记载，雅各祖父呢是万民之父的亚伯拉罕，他走出米索不达米亚，然后成为
拓土开疆的先行者。而雅各的父亲叫以撒，相较于亚伯拉罕这个很厉害的形象，好，他被描绘成是一个极见试炼的幸存者，爱做梦。那雅各这个儿子呢，好，他被形容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是一个唯唯诺诺、没有想法、单调呆板、欠缺想象力、害怕冒险犯错、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一个孱弱的角色。所以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被看轻的孩子，这样一个几乎不被人看重的年轻人，他是如何成为一个跟神摔跤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呢？甚至能够在圣经当中被记载这段很重要的故事。好，那来先了解一下雅各的母亲。雅各母亲叫利百加 （Rebecca），这个应该蛮多读者朋友，可能你自己的英文名字就是这个英文名字。好，利百加。他曾经叫他呢假扮哥哥以扫，好欺骗父亲，获取原本不属于雅各的祝福。好，那也因此呢，虽然不甘不愿，但雅各仍言听计从。骗局成功之后，母亲叫雅各逃到哈兰舅父拉班的领地，寻求庇护，甚至还要再三嘱咐他说：“哦，你要娶的女子是谁？”所以因此可以看到这个雅各他的角色形象是什么呢？很明确的，他听母亲的话，他遵从他母亲的，尽管可能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依然会做出一些可能不是他本意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说他叫妈宝吧，一个妈宝男。然后而后呢，他去到哈兰舅父那边寻求庇护，因为他哥哥要打他，他哥哥要杀他，他拿走了父亲原本要给他的祝福，所以因此他逃到那里去。那逃到那里去之后，他就开始变成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吗？其实也没有。如果大家有读过圣经的话，好，他到异乡，然后紧接爱上第一个女子叫拉结。好，虽然决定跟他成婚，但是呢，他的舅父说：“哦，你必须要在我这里工作7年，好，你才能够有机会娶这样的拉结。”可7年后呢，没想到竟然先娶什么拉结的姐姐利亚。好，娶完之后，那这舅父说：“你要再为我继续牧养，我才能够到几年之后，我才能够把我的这个拉结嫁给你。”所以基本上，雅各就是在这个不公不义的这样环境当中，年轻的时刻，他听母亲的话，去骗父亲，拿走了原本应该给哥哥的奖赏。可是紧接慢慢来到中年，他也依然没有自己的自我主见，依然还蛮乖的，很顺从。可是却在这样很顺从的影响下面呢，好，他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对，所以他走的路很特别。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直接跳到后面，在逃往哈兰的路上，夜宿荒原的雅各在梦中呢，看到一个梯子立在地上，踢着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下去上来，下去上来。那当然，如果你看到有人在那边爬爬上上下下，你会怎么做呢？一般人应该看到就跑掉吧，想说怎么会有人在那边爬来爬去、跳来跳去，而且感觉它是连到天上哎，那这梯子怎么样能够立在地上呢？好，一般人会吓一跳，可是雅各却在那个夜晚当中，他独自一人，他知道他没有地方可以逃，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孤身一人面对这个眼前看似非常奇怪的场景。好，那也因此在这场景当中，谢哲青老师说，因为黑夜，所有一切诞生都在黑夜，就像卡夫卡所的文字书写都在黑夜当中。他形象跟雅各也一样，温和、胆怯、退缩、认命、逃避现实。但踏入黑夜当中，他们会抬头，他们会仰望无垠，在梦中，他们会以自烈的方式去战斗。所以呢，他开始战斗。所以雅各或卡夫卡都用自己生命的历程告诉我们，真正胜利是超越黑暗，超越自我。所以在黑暗当中，在荒野当中，雅各一个人在荒野，然后看到有人上上下下，一般会觉得这个是什么奇怪的那个灵异现象吧？可是他只能一个人独自面对，而也因为一个人独自面对，他孤身一人，他开始有了勇气。当我们只有孤身一人，才可能遇到、看到，甚至听到，甚至有机会与神搏斗。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故事甚至有点预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我们只有一个人自己独处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跟我们生命的最困难的事情去搏斗，
跟我们生命当中最难的难题去拷问、去叩问、去思索，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进到黑暗里面，跟自己一个人独处。如果你本身有信仰，你可以透过祷告；你没有信仰，你可以反思，你可以去想：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境界？我为何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如何能够突破它？我们开始跟自己生命的历程去搏斗。所以，文学家艾利维瑟尔说：“正因为孤独，无可避免的通往永恒，在孤独中也存在危险。任何遇见永恒人都可能被贬斥到另外一种孤独中。所以呢，被永恒拣选的不是特权，而是尊严与责任。所以，孤独带我们能够走向永恒。孤独中虽然有危险，但也代表它是一个机会点。所以，雅各在破晓前被这个陌生人告知。”没有人看到我还依然活着，看到有人上上下下应该要跑掉，而甚至呢，我的角色很特别，我是从上面那边来的，一般看到我都会说再见，可是你却依然面对我，所以呢，雅各跟这个神摔跤，大家会觉得怎么雅各突然有了勇气？以前这么懦弱是妈宝，甚至还在亲戚家帮他当免费长工，只为了娶他的女儿。然后在这个比赛当中，他开始面对勇气，他知道只有他一个人了。过去他可以靠妈妈，紧接来到中年靠亲戚，甚至可以靠他的妻女。可是呢，当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只能靠自己。当只有一个人自己的时候，你才会真正长出翅膀，长出力量。我觉得这是孤独告诉我们的，是黑暗告诉我们的。也因此呢，雅各跟神摔跤，他虽然赢了比赛，但也瘸了腿，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很自然、很健康。但是这作品呢，也似乎在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到底是先必须失去，才能够跟永恒相遇呢，还是跟永恒相遇之后，我们会失去部分的自我呢？我觉得都有可能。有些人是失去了健康，才开始反思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开始去努力珍惜时光，开始跟永恒相遇，去追求人生的意义还有目标感。但有的人呢，是找到了自己渴望以及想追求的，跟自己永恒相遇了，可是慢慢的发现，你必须要有所妥协。有时候梦想和现实必须要妥协，你必须要在当中，有时候需要为五斗米折腰。就像你的永恒可能是你的孩子，当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开始有一些责任扛在肩上。你不能只有自己一个人活，你必须为家人而活。你不能只有一个人自私，你必须要为家人开始担起责任。所以，当你跟永恒相遇，这个永恒会是什么呢？好，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你觉得你所看见的永恒是什么？你所看见的永恒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对，如果有读过圣经故事，会发现旧约基本上就是一条龙的家族故事，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紧接串到最后，就一条龙的整个家族故事。而这个家族，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个犹太人民族，到底发生什么事，都可以在这个圣经的旧约里面去好好的探索。对。对，所以雅各算是在早期妈宝的始祖，可是也慢慢的后来长出了自己的翅膀。所以你的永恒会是什么呢？好，松尼啊，永恒是信、是望、是爱，所以你信就会是永恒。永恒是内在心灵的喜乐，生命的盼望，是希望的光芒。人生一直在做抉择，我觉得每个人的永恒它有很多，它是可能不同的光亮而后集结在一起。这个永恒可能有你的孩子，有你所爱的那一个人，有包括有你自己，也可以是永恒。有你想要的工作，有你想要的渴望，有你包括人生意义，有你的价值观，有你的目标。我觉得这些都可能是永恒，只是我们到底如何才能够接近这样的永恒呢？才能够看见这样的永恒呢？学生说，爱自己那一刻就是永恒，对，这也是一种永恒。失去才开始反省，反省后才会有补救。所以在我们希望能够在还活着时刻反省补救，给自己按赞鼓励一下。好，所以因此，我们继续回到书里面，作者谢哲青老师他要告诉你，对他而言什么是永恒？
写作就是永恒。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在黑暗中跟天使搏斗。那个书桌就是我的比奴伊勒，然后黑暗的荒原就是我的竞技场。所以因此呢，对于谢哲青老师，他的永恒是在写作里面遇到。他回想起自己在起初踏入媒体圈时，面对镁光灯镜头会腼腆到语无伦次，不知所措，就如同雅各在年轻时不知所措一样，必须只能听着别人的指令，按着别人的要求，例如母亲的要求、亲戚的要求，做着他该做的任务。可慢慢的，当他在这几年当中，他成熟了。哲青老师说，他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可以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隐藏自我，而这隐藏的方式就是写作。他说，每个人写作都是为自己的生命做见证，而文字是他生命中唯一的解放。文字是他生命中唯一的解放。那当然，每个人解放可能不一样，而文字是哲青老师的出口。尽管呢，写作对于创作者而言，就现阶段创作者，它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赚钱工具，甚至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压力，因为书好卖吗？很难卖。每次的出版对作者而言，其实压力很大，他都很担心他的作品会让出版社赔钱，他都很担心他的作品没办法帮助到别人，甚至他也很担心他作品会引来有些人的负评，有些人的负面评论。就像我今天看到一个朋友，他说他每次出版总会有黑粉到他的那个博客来的留言区书评留言，尽管那个人明明没有看过书，总会先骂上一顿。他其实很受伤，可是他依然很勇敢的把这个与这个黑粉有点像是彼此纠结历程，用他的脸书去一一交代。所以每个人在自己的创作或自己的永恒上面有自己的执着，可是也害怕自己永恒会不会有一天会烧到自己。好，所以有可能会。好，所以因此这本书呢，在黑暗中相遇，哲青老师带大家透过黑暗来认识自己。他说，黑暗曾经是一个温柔倒影，照见曾经挣扎、充满渴望的自己。紧接我们要用下一段故事来带大家了解，这本书在说内容到底。我们开场哲青老师所说那个你，那个女性的你到底是谁？我们透过文字来认识了解。所以呢，哲青老师他曾经在那个每次的节目上面，大家如果知道他有一个节目就是阅读节目。好，那他说曾经访问过一个小说家朋友，他说你喜欢写作吗？这位朋友说可能吧，或许应该说是的，没错，毕竟这是我唯一想做的事。哲青老师继续问，写作会让你快乐吗？哈，没有什么比写作更痛苦的。如果有一天不能写，或者只是不想写了呢？哦，那大概就是我离开世界那一天吧。好，所以这是写作者他的另外一种执着，是一种羁绊，是一种勒住脖子的绳子。对，因为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们紧致的世界里，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大多比较困难，而且难以完成。例如爱情或是理想，文学本身也没有标准答案。就像我们提到写作，写作难还有一个，刚刚提到卖书很难嘛，卖书难在哪里呢？卖书难在另外一个课题是，卖书难在其实作者他版税只有10%哦。假设这本书300块，他拿30块，那现在多数的出版品啊，很多只有卖2000本、3000本，能够卖到5000本，就算畅销书作家，以前要破万本才算，现在能够卖3000、5000就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假设卖3000本，好，那他花了1整年的时间写完一本书，总共的薪资就是9万块。9万块现在要养家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也因此写作容易吗？写作真的很难，它从来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卡夫卡曾经写过，我不是一个作家，我只是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一直在写。所以有些人呢，不是因为热爱而写，而是因为不写就会死去。有些人不是因为热爱写作而写，而是因为不写就会死去。所以如此写作不是职业，不是兴趣，而是一种宿命。我也在思考我在做的事情，我持续分享阅读，推广阅读，到底我在追求什么呢？阅读是职业吗？好像也不太算。阅读算完全是兴趣吗？好像是，又完全不是。因为我觉得他阅读现在跟我连接关系，他已经成为一种宿命了，就是已经不单纯只是热爱阅读而阅读，而是假设不阅读，感觉好像自己就会消失一样。
阅读跟我就很深刻的连结。而你自己是否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光明呢？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使命呢？好，所以因此写作是一种静默中的进行行动，它跟说话跟表演不同，它会要求你退回自己的深处，它像海葵一样慢慢缩到内在结构里面，它会跟自己独处，跟自己相遇，跟自己连接在一起。所以你一旦开始进入写作，好，哲青老师说，他仿佛会戴上潜水面罩，所有声音会被水阻断，世界远去，只剩下节奏絮乱的心跳与断裂的语句碎片，跟自己在一起。所以写作最初或许是为了与世界沟通，但最后我渐渐明白，它更像是一种某种封闭状态，无声、缓慢、无人陪伴的下沉。所以呢，如果你要成就你的写作，你要找到你的意义，那么或许你必须要接近黑暗。孤独是写作必然，而黑暗必然会孤独，孤独必然会黑暗。你必须要学会自己独处。我们现在所讲的，并不是那种负面的寂寞，不是那种让自己生病的孤独，而是有时候你在美好灯光下，你必须要自我强迫的退到黑暗里面，跟自己相遇，跟自己独处，跟自己的力量在一起。所以阅读是会让人成长的，阅读是会让人遇见增长智慧的。所以阅读里看到大世界。所以写作莅临分享是一种自我解放，但如果有跟利益有关，就会莫大压力。所以如果作者一开始在写，就在想，这本书能不能不让出版社赔钱？其实真的压力会很大。写作真的是一个很挑战的事，甚至还没有想要让自己赚钱哦，只希望不要让出版社赔钱，因为只要不赔钱，那就能够让自己还有下一本继续写书的机会，能够继续用文字说话机会。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呐。好，那在这挑战当中，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梵谷的故事。好，那梵谷的故事呢，紧接从一个信件开场。那也欢迎大家为今天主题先按个赞。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谢哲青老师的最新大作《在黑暗中相遇》。好，那在黑暗中相遇，我们要进入黑暗里面。好，梵谷先生，侵扰你的隐私，我万分抱歉。但基于职责，我必须立刻写信给你。今天礼拜天的晚上9点，令兄闻声要我立刻去找他。抵达后，我发现他伤得很重，他伤害自己，因为他拒绝给我你的地址，因此这封信将经由古皮尔公司转交给您。我建议您尽可能不要惊动尊夫人，毕竟她还在俘虏。我不敢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我相信你有义务来一趟，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好，那这是加瑟医师写给西奥文森的信。那西奥文森是谁呢？西奥文森就是梵谷的弟弟，梵谷的弟弟，梵谷文森，然后紧接着西奥文森，1890年7月27号。好，那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来进行梵谷的故事，从故事的出发、抵达、起点、终点开始走起，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看到天空，跟梵谷那时候所看到天空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所看到月亮，也包括明天中秋节、明后天的中秋节，大家看到月亮和几百年前梵谷所看到月亮也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面对同样一个天空，可面对同一个天空，可是却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那梵谷经历什么样的心境呢？他有一部很特别的作品。好，谢哲青老师说，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梵谷博物馆见识过这一片眼前令人耿耿于怀、惊心动魄的大作。好，如利刃咆哮过斑驳陆离的天空，虚无的黑一刀一刀的在那个消落蔚蓝，不知通往何处的上镜上方，黑鸦在狂风中飘摇，仿佛下一秒就要被吹向世界尽头。暴乱失序的落黄在大地乱翻出一片荒芜。好，那这个画作是什么样的画作呢？好，它是有一个特别的片名哦，我把这个片名讲出来，叫做《麦田群鸦》。麦田群鸦用书画一点一点的描绘出这样的他所看见的情境，可是在这情境当中，其实也在描绘梵谷此刻内心的荒芜，而也因此许多人坚信这个麦田群鸦是艺术家的遗言遗书，数不清的死亡征兆欲言又止，
画中所有的一切都在宣告一种自我了结的可能，而也当然就是指向一个疯狂的结局。所以书中就直接透过老师带大家走进梵谷的心灵里面，走进梵谷黑暗。这黑暗包括梵谷自己内心当中，也包括在家族里面关系当中的一种纠结，甚至跟自己的病痛的连结。好，所以用文字烧入梵谷生命的黑暗。好，从27岁开始，画布呢就是梵谷纹身的福音书，每一画的勾勒都是净土的应许，每一笔的按捺都是生活的仰望。纹身的死是一个悲剧，所有人都不相信为什么他选择离开，但是这一切所能做的事情，梵谷都尝试过了，只是他最后还是陷入自己生命的癫狂，追逐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光、最后的影，用自己的画作燃烧、燃尽自己的生命。好，所以紧接在哀悼悲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纹身的新月夜里必得安慰；空虚疲乏人蒙福了，因为他们在纹身的向日葵里面得着饱足。所以梵谷纹身有一个直爽刚烈的野性，很傻天真、义不容辞、奋不顾身的蛮勇。每次遇上爱，他都狠狠的一口咬定，直到真的走不下去，才最后痛心疾首的放手。可是每次的放手总是伤痕累累，斑斑血迹。紧接用文字、用艺术不断的去抒化、去宣泄自己奔放的情绪。所以呢，紧接呢，西奥梵谷他弟弟西奥梵谷世界中央是哥哥纹身，纹身后来在艺术史取得惊心动魄成就，不仅改变人们观看世界方式，也涂消自己部分生活不愉快。因为呢，纹身梵谷他始终在他有生之年还没有办法获得更多人的肯定。尽管他画作还不错，可是他实在太癫狂了。他创作总有一种傲气，他有他自己的执着，也因此当时没办法立足于马上融入于艺术圈当中。这或许也是一种艺术家的执着。所以纹身的弟弟他又如何看他哥哥？甚至有人去看到纹身弟弟的生命历程吗？很多人都只看到了梵谷的大作，梵谷纹身的大作，哇！鼎鼎大名，画的多好多棒多好，然后甚至在历史里面所有文字记录也都是看到画作，可是能够支撑着画作继续走下去的，其实是他弟弟。他弟弟帮助了梵谷能够继续在画作的坚持上面走很远很远，所以呢，也因此呢，后来梵谷离开，好，那他的弟弟西奥的妻子乔安娜回忆起她的丈夫，她是回到家后。他整个人瘫了下来，面对他哥哥离开世界事实，黑暗的虚无虏获了西奥，他失神跪下卧倒，起不了身。多年以后，乔安娜的语气仍然带着无比的伤感，他生命在那一刻似乎也走到了尽头。所以呢，西奥作为纹身的弟弟，一辈子都很钦羡他哥哥，羡慕他哥哥，他哥哥是他生命的偶像，他哥哥极早的聪慧。敏锐、长袖、善舞，甚至能够在很多情绪上面都直言不讳的表达，好的坏的，他弟弟都觉得他哥哥是太棒的一个人。甚至呢，后来呢，纹身尽管后面成为艺术家之后，好有自己的偏执狂，甚至可能因为精神的影响，好跟弟弟其实总是无法好声好气，可是弟弟依然非常尊敬他哥哥，一直都是弟弟在写信给哥哥。西奥一直写信，而文森只是被动回复弟弟，而也因此文森甚至没有保留西奥寄出的所有信哦。但是西奥作为弟弟，却保留哥哥的每一封信，共有651封写给迪奥的信，他每一封都一封一封写下来。所以文森大部分回信都幸存，但是只有32封对西奥回复。所以在这历程当中，弟弟十分关心哥哥的身心健康。事实，西奥是唯一能够理解、包容甚至接纳哥哥的人。众所周知，也因为他弟弟坚定不移的爱，还有财务的支持，他哥哥才能够维持艺术家生活。或者艺术家生活是多么辛苦的，一个人有坚持，无法为商业妥协，那基本上就等于饿死啊！无法为商业妥协，就表示你为自己的价值观坚持，你无法为商业去描绘。在当时，很多画家都是帮有钱画自画像。画全家福，画要求的场景，
画那个有钱人要跟神在一起的一些画作。当时这是画家的另外一种主要的收入来源。可是如果一个画家他有所坚持，为自己的艺术卡住在商业领域里面，那就必须要有人在背后默默的资助他，而弟弟十分关心。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觉得好像我先用心理学角度来谈啊，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人都似乎关系里面有一种依附情节，而且是有一种病态式的发展。由弟弟对哥哥极度爱慕、极度支持，可是在这支持当中，好的坏的都接纳，也因此尽管自己受伤害，也依然继续包容。好像听起来有点像我们总是提到的过度努力，那种过度努力、过度付出，不断的为别人，没有想到为自己。所以呢，这个弟弟有这种很连结的这种依附关系，而哥哥呢，似乎是另外一种叫自恋型人格的表现。对，如果我现在先假设，我不会说的绝对是，只是我自己所观察到、所看到的、从文字里面所感受到的。好，所以因此呢，这是我的一个心理角度的一个分析，可不是绝对答案，因为人的有很多面向，很多面向。好，所以呢，这个文森对创作呢，持续有他的坚持，对生活质疑、对人情控诉也有，而对生命的叩问没有伏笔，也没有悬念，一直一对一的直球对决，更多是发自灵魂深处，投身于生命最浓烈的挚爱。所以呢，他说我没有陷入绝望，而是选择去积极的忧郁。只要我还有活力去行动，换句话说，我宁愿选择那充满希望、渴望、探索的沉郁，而不是绝望、怨怼、停滞的忧伤。所以，如果大家有去看过那个梵谷的某些作品，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很多自画像总是有点灰暗蓝色笔调，然后是那种不是一种开心的，总是一种忧郁的，不是一种明亮的，总是一种若有所思的。梵谷的自画像，他画了非常多自画像，30-40幅以上。好，所以因此他陷入自己的黑暗绝望里面。可是尽管黑暗绝望，他没有停下创作，他跟黑暗在一起，跟绝望在一起，跟忧郁在一起，跟自己的状态、病痛在一起，持续的书写着，持续的画着他的坚持。好，那紧接1890年7月29号。文森在弟弟的怀中离世，在7月29号，梵谷离开世界。好，那紧接隔年，弟弟则在精神病院孤独的死去。所以，当哥哥过世，弟弟也发疯了，他没办法接受他的哥哥用这么极端的方式离开他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个依附关系真的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紧密到已经。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哇超美的爱，是一个对兄弟情谊最完整的、永恒的爱。可是从现阶段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表现行为。就像如果你的家人离开了，你决定用殉情殉短的方式离开，那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因为你还有很多人要照顾。所以西奥精神病院孤独的离去，如果他把自己搞到生病，他可能没有想到他还有妻子。还有孩子，所以他的所有精神责任都在哥哥身上，却忘了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我这里没有要苛责，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觉得有点遗憾。好，所以1914年，在经过几年时间，西奥妻子乔安娜帮助他们两兄弟肩并肩，一起移民到奥韦，再也不分离。所以今天所分享的这本书呢，里面有很多谢哲青老师为大家一一导读的画作人物，每一个历史，每一段人物，他们都走进黑暗里面。像这个篇章是米兰昆德拉，他也走进属于自己的黑暗里，而且在这黑暗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跟自己相遇，而也又一次又一次的看见自己。所以呢，只有当我们凝视黑暗的时刻，沉默倾听的时刻，我们才能够跟自己相遇，
重修旧好，在黑暗以及沉默的探索当中，遇见美好的自己。所以今天的你听到了黑暗，对你而言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相信每个人在这书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体验。这本书，我先说，它不是一本工具书，可是这本书却是能够让你跟自己相遇的灵魂之书，是一个能够用过去的历史、过去的画作、过去一步一步由哲青老师好像带着大家导读这些大作的过程当中，去跟这些人物相遇，跟这些人物相处在一起。所以每一段文字都很优美。我今天基本上我是照着哲青老师里面书里面的文字，一段又一段的念着。没有偏离太远，除非有一些是我刚刚提到像自我的补充，像我去分析那个梵谷的心理状态，这是我补充，书里面没有。可是多数大家只要在简报上看到文字，都是哲青老师他很用心的，用非常优美的形式带大家走一趟历史，走一趟心灵。那当然，在走的历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会遇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好，所以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特别在这个中秋连假的那个小周末之夜，跟阅读人在一起，也跟你自己在一起，跟黑暗在一起，也跟谢哲青老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黑暗里相遇，也在阅读里相遇。愿我们都能够在阅读当中遇见自己的光明。所以谢谢郑宇说，黑暗是黎明来临前的必经历程。对，哲青老师的文字非常优美。对，说明弟弟是梵谷上辈子的爱人，对，因此灵魂相遇，对，没有错，有可能是。所以我们在这个爱的里面看到一些不同的看见。对，那丽丽也分享，梵谷永恒是作画，弟弟对梵谷爱像病态的兄弟之情，我也觉得的确有点神似。可我不会说这完全糟糕，因为这是那个他弟弟自己选择人生。我们作为第三者，外面的人，其实我们不能苛责他，因为他在这个爱里面，他很满足。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觉得他这样的爱很满足，他也不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舒服。那我觉得外面人其实不需要去批评或论断，只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案例和故事提醒自己，我们不要掉进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很沉重里面，甚至到最后会产生一种互相伤害的连结。对，所以真的要好好的一起来面对人生。所以感谢大家在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在黑暗里相遇的导读。我今天主要分享书中2个篇章哦，里面有10几篇章，10几个篇章是由哲青老师一段又一段的故事为大家收集整理。他曾经走过这些历史文物博物馆，也透过这些大作，透过这些作品，再次与大家一起连接。好，所以再次感谢大家在今晚跟我们一起共浴，然后祝福大家中秋连假快乐，也鼓励你转发分享，按个赞，给今天的作者鼓励一下，哲青老师鼓励一下，也给自己鼓励一下，也给阅读人鼓励一下。这个赞，相信我们今晚都有一个美好夜晚。晚安喽，拜拜。